A speaker has not been elected. 1月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国会众议长竞选第6轮的投票中，以201票的投票结果再次落败。民主党籍众议员杰弗里斯以212票的投票结果，再一次占据最多票数。按照规定，麦卡锡需要获得美国国会众议院简单多数席位支持，也就是218张支持票就能当选众议长。按理来说，共和党拥有222席位，麦卡锡当选不是难题。但令舆论大跌眼镜的是，他卡在了自己人的手中，而且共和党2天6轮投票都未能达成共识，令麦卡锡颜面大失。还有共和党人借机挑衅麦卡锡。I rise today to nominate Byron Donalds, my friend, Kevin McCarthy, that, sir, you do not have the votes and it's time to withdraw. 继续投票已经没有意义。僵局6轮过后，众议院选择暂时休会，闭门寻求解决方案。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共和党不得不重新分配利益。There's some moderates, there's some traditional conservative, and then there are those on the far right of that party, some of the more recent members who are part of the Freedom Caucus, and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McCarth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s tried to get to come into the fold. And right now, it seems that that has not worked. 实际上，麦卡锡的最大隐形政敌是特朗普，但面对共和党罕见大分歧，4号，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呼吁共和党人支持麦卡锡，他要求共和党人不要把一次伟大的胜利变成一个巨大而尴尬的失败。然而，当天的投票中，麦卡锡还是失败了。Trump would always be incredibly popular with the base. And now what you're seeing is, I talked to an ally of Donald Trump on Capitol Hill who said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is calling some of these 20, and he doesn't have the juice anymore. That he doesn't have the power anymore to actually give Kevin McCarthy the speakership. 在国会摸爬滚打16年的麦卡锡被认为长袖善舞，是目前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但《华盛顿邮报》文章指出，正是麦卡锡过于圆滑，才导致他实际上并不怎么受人待见。实际上，麦卡锡被美国舆论称作变色龙。刚进入国会时就热衷于拉关系，致力于和同事套近乎，牢记他们配偶、孩子的姓名和生日，更时常在国会健身房等非工作场合创造偶遇，与同事攀谈交心。就连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都不禁慨叹，麦卡锡算得上是一名人际关系大师。然而，麦卡锡凭借这些手段也打造出一个尴尬的人设，受欢迎却不受爱戴，更不具备作为政治领袖的威严。在一些资深共和党议员看来，麦卡锡本质上就是个没立场、没有实质性的政策理念，只是喜欢玩弄权术的政客。值得一提的是，麦卡锡与特朗普的相爱相杀，也揭示了麦卡锡作为政治投机分子的一面被特朗普识破。然而，麦卡锡很快发现，当时众议院内仍有130多名共和党议员相信特朗普有关大选结果的说法，于是他对特朗普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骚乱事件发生后不到1个月，麦卡锡高调现身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亲切合影。国际舆论感慨，美国一夜回到100年前，呈现出美国政治体制弊病扩散和加重的乱象。今年之际，盖洛普民调显示，在政治仇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超90%美国人预计2023年会出现政治冲突。还有一项调查显示，超70%美国人不认可国会工作表现。有观察认为，民调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国内政治极其普遍的失望情绪，同时也显示出美国的对抗民主已经发展到晚期，并导致它困于否决政治的茧壳中，丧失革新动能，未来会更加激进。这样的一个美国对世界而言是危险的。美国总统拜登4号在被问及其针对议长之争的看法时表示，这让美国难堪。That's not my problem. I just think it's a little embarrassing it's taking so long in the way they're deal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s looking. They're looking at, can we get our act together? 如果议长迟迟无法产生，那么势必会让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党争导致的这种就是所否决政治进一步的加剧，同时也会让美国很多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有效的应对，那么也势必会对美国总体的国力，当然还包括它的国际形象会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选出议长前，众议院其他议程都无法进行。这意味着本届国会新会期以来，众议院一直处于停摆状态。但麦卡锡本人的强硬言论也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舆论认为，他或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麦卡锡曾多次扬言，一旦当选众议长，绝不会允许拜登政府对中国袖手旁观，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对待中国。另一方面，麦卡锡早就宣布要启动的中国特别委员会，也因议长未能选出而暂时无法落地。此外，麦卡锡还操弄台湾问题。他此前声称，规划在1月中旬众议院休假期间窜访台湾。分析认为，为反而反的麦卡锡意图是破坏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以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但有观察警告，美国会众议长出炉的时间拖得越长，反而对中美关系的缓和更加不利。因为目前麦卡锡正在与党内的反对者们进行紧张的谈判，在一番政治利益交换之后，结果仍然是麦卡锡当选，那么他的极端言行可能变本加厉。麦卡锡就算是没有当上议长，那么势必国会还会产生一位议长，而这个议长的话，整个现在国会，尤其共和党内部的氛围之下的话，势必在对华问题上是非常强硬的，对华政策走向更加的极端和更加的非理性。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尤其对于中美关系而言。